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最近奈飞版的《三体》非常火，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惊天秘密：三体质子可能都是真的。《三体》是中国作家刘慈欣在2006年创作的科幻小说，得过很多世界大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非常喜欢看。2024年3月21日，奈飞版《三体》全球上映，获得巨大轰动。三体宇宙的设定非常诡异，但这可能都是真的。在遥远宇宙中有一个星系叫做三体，里面有3个太阳，这3个太阳之间的巨大引力相互作用、相互拉扯，完全无法预测它们的轨迹。但是在冥冥之中，这个星系中出现了有生命的星球，叫做三体星，里面产生出了高智慧生命三体人。他们过得就非常惨，在3个太阳同时远离他们的时候，三体星就会被极端的严寒笼罩，出门就会被狂风暴雪撕碎。当3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的时候，星球的大地就会被烘烤成岩浆。这些极端时期叫做乱纪元。只有当3个太阳在宇宙中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三体人才能享受片刻的安宁，这叫做恒纪元。在地球西元1977年前后，三体人突然收到了宇宙中传来的一则电波，说道：“你们来吧，我将帮你们占领地球。”于是，三体人派他们的先行部队质子降临地球，进行招募人类部队、暗杀地球科学家等等一系列刀光剑影阴谋诡计，非常精彩。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类历史和宗教的隐喻，强烈大家看一下这个奈飞版的《三体》。说到关于三体暗杀的故事，字面意义上真的发生过，叫做三体宇宙暗杀事件。刘慈欣把《三体》的全球版权卖给了中国的一家公司，叫做三体宇宙。三体宇宙也是这次奈飞版《三体》剧集的共同制作公司之一。三体宇宙的执行长叫做许瑶，董事长是亿万富豪林奇。在许瑶和奈飞敲定了共同制作《三体》剧集之后，2020年12月，许瑶拿着一粒含有汞和河豚毒素的药丸下到了董事长林奇的水中。林奇10天之后不治身亡。2024年3月22日，就是奈飞剧集《三体》上映的第2天，上海法院以谋杀罪判处许瑶死刑。根据案件裁决书记载，许瑶是因为公司治理原因和董事长林奇发生矛盾而痛下杀手。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三体》小说中的男主角叫做汪淼，他专门和三体人作对，破解三体人的计划。汪淼的名字里有3个水，三体宇宙公司的执行长叫做许瑶，名字里有3个土，水克土，非常诡异。还有一个更诡异的事情，三体星和质子在现实中都是真的。我先说一下现实中的三体星系。三体星系在宇宙中被称作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这个星系太热闹了。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变形金刚的赛博坦星球，还有三体星都在这里。在电影《流浪地球》里，人类也要把地球推进到半人马阿尔法星系里。不知道流浪地球是过来流浪的，还是过来赶集的？在半人马阿尔法星系中有3个恒星、3个太阳，叫做半人马阿尔法 A、半人马阿尔法 B 和半人马阿尔法 C。C 也叫做 Proxima， 是一颗小型恒星。它周围有一颗类地行星叫做 Proxima b， 距离地球 4.22 光年。因为 Proxima b 在宇宙中处于一个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的中间地带，所以科学家推测 Proxima b 上可能会存在水和生命。不过按照现在人类制造的火箭速度，飞过去要3万多年。而且它们和小说中说的一样，是一种3星系统，三体有3颗恒星，它们相互影响，说不定哪天抬头一看啊，3个太阳，整个大地就变成岩浆了。根据远古神话和古书记载，我们的太阳系很可能存在第2个太阳，被称作黑太阳。当第2个太阳出现在地球天空的时候，地球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新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一集，补充一下神秘知识。还有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和《三体》电影里一样，人类天文台真的收到了半人马阿尔法星系发出的神秘信号，历史上被称作 Wow Signal。
1977年8月15日，美国天文学家 Jerry Ehrman 教授在办公室里喝咖啡，他透过窗户望着办公室远处的一处奇怪设施，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射望远镜 ，AKA Big Ear 大耳朵。电射望远镜和那种用眼睛看的望远镜不一样，它没有玻璃透镜，无法拍照。它主要就是用天线收集宇宙中的无线信号，听一下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在发信号。当他望着窗户神游宇宙的时候，突然，他背后的计算机发出吱吱的声响。他心里一惊，赶紧走到打印机旁。当他看到大耳朵传输过来的数据的时候，他震惊了。厄尔曼教授赶紧拿起红色的圆珠笔，在 6UQ1J5 的数字旁画了一个圆圈，写下了震惊世界的3个字母：哇哦！ Bam, you hear something as loud as books slamming on a table. That's what happened in 1977. And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the actual copy of the actual notes that this astronomer made back then. You can see he circled the moment that the sound happened, even wrote the words, wow. That moment in scientific history has become so well known that the sound he charted is now known as the wow signal. 大家可以听一下外星人发出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声音。好像非常快的摩斯电码。记录上的数字都代表电射雷达的信号强度，字母就代表10以上的数字 ，A 就是11 ，B 就是12，以此类推。平常宇宙的背景信号强度和地球的通信的杂音加在一起都是1、2、3这种数值，非常微弱。但是1977年8月15日，大耳朵接受的信号强度最高为 U， 就是19，这就表明这不是人类发出的信号。之后过去了47年，到现在人类都一直在破译这个电报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人类也再也没有接收过任何和 Wow Signal 类似的信号。We fear the dark. 在三体小说中，世界上一共有2个人接收到了 Wow 信号，其中之一就是女主角叶文洁。他破译了信号中的意义，意思是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但是叶文洁最后还是按下了发射按钮，回复了外星人，说道：“来吧，毁灭人类吧，我会帮助你。”为什么叶文洁这么反人类，要让三体人来地球毁灭人类？这里隐藏了非常深的历史背景，我在后面会说到。小说中，在1977年接收到 Wow 信号的美国人叫做麦克·埃文斯。叶文洁告诉他三体的秘密之后，他就成立了一个三体神教，在一艘叫做审判日号的游轮上建立了三体基地，招募了世界上很多高智商人类来实施三体人给他们的命令。三体神教称三体星人为 The Lord 主。麦克·埃文斯还在船中设了一个密室，密室中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就会传出三体人的话。麦克就在这里面说：“主啊，我期待主降临世界，借助您的力量对人类世界进行改造，我们将会为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里就是隐喻旧约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和神的约柜。麦克·埃文斯就是诺亚和摩西的合体。这个和约柜一样会传出神的话的盒子，里面放的不是摩西的十诫，而是小说中的质子，一种会飞的量子计算机。这个看似小说家刘慈欣编造出来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质子，它是三体星人用整个星球的资源创造出的一个微型量子计算机。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巨大的球，也可以坍缩成量子。三体星人通过量子纠缠原理，把一个质子留在三体星，然后派另外一个质子进入地球，这样三体星人就可以在4光年以外同步控制在地球上的质子，没有时差。质子可以进入网络监听人类世界的一切活动，也可以给人类下达指令，破坏人类的物理实验，甚至可以让科学家的眼中出现数字倒计时。等数字归零的时候，人类顶级科学家就会被质子终结。让人类眼睛中出现数字或文字的质子，最早出现在西元3世纪一篇拉丁文手稿，叫做卢修斯·卡西利乌斯写给忏悔者多纳图斯的关于受迫害者之死之书。西元312年，罗马帝国发生内战，君士坦丁大帝率领4万人的军队讨伐叛军马库斯·阿里留斯。
等他们在路上行军的时候，君士坦丁突然听到异响，他不知道谁在说话。这时他抬头一看，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球发出太阳般的光芒，光芒中有一个十字架。君士坦丁不敢相信眼前的异象，赶紧用手揉眼睛。慢慢的，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行古希腊字母 Hutus Vicao， 意思是在此征服。当时军队4万人眼前都出现了这行字，于是君士坦丁赶紧下令把他们看到的符号和字刻在盾牌上，就形成了这个星星和 P 组成的符号，叫做 Cairo， 意思是主耶稣，看起来有点像佛教中的文宝。后来在西元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大帝在意大利的 Wilvan Bridge 战役中击败了叛军，大获全胜。罗马帝国在西元326年铸造了硬币，后面就有一个十字架的圆球。再之后，这个圆球就出现在欧洲所有君主的画像里，查理曼大帝、腓特烈五世、伊丽莎白女皇一世、英国、荷兰、瑞典、丹麦、沙皇俄国、匈牙利等等所有欧洲王室都保存了一个十字球体。这个球在法语称作 Amundi， 意思是世界，代表了王权。在欧洲画作中，耶稣出现的时候也会拿着这个球。最著名的一幅画就是里奥纳多·达芬奇在1510年完成的一幅叫做 Salvator Mundi， 世界的救世主。油画中，耶稣右手指天，左手拿着一个透明的球体，球体中出现了3颗明亮的星星。难道这3颗星星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中的3颗太阳，三体星系？康斯坦丁大帝在盾牌中的 Cairo 标志，这个字母 P 是不是暗示着 Cairo 就是来自半人马阿尔法星座的 Proxima b？ 在旧约圣经简言中写道：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在希伯来语中，画出圆圈这句话念作 Hakag Hug， 意思是他在深渊的表面安放了一个 Hug。Hug 的意思是圆、球形物、罗盘 Campus。这个 Hug 是不是就是耶稣手中的 Cairo， 是神放在宇宙中的导航仪？There's a new video this morning that some say may be proof we'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2011年1月19日，圣城耶路撒冷午夜时分，当地居民突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圆球，慢慢地降落在圣殿金顶清真寺之上。它悬浮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发出强光，瞬间垂直飞向天空，完全无视地心引力和加速度。这就说明这个光球可能没有质量，或者质量非常小，就好似三体小说中的量子组成的三体质子一样。耶路撒冷金顶清真寺的大顶，也就是圆球悬浮的正下方，这里有一块巨石，被称为灯消石。在西元621年7月27日晚上，先知穆罕默德登上石头，被大天使加百利带走，登上7层天，见到了真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集啊，我讲了穆罕默德的故事。这个光球为什么要降临地球？它有什么目的？一般它都是下来给人类传达预言的，告诉某个人类先知啊，我要兴起你，你要成为王之类的，或者地球将会有大灾难，你们人类要悔改。很巧合，就在光球降临地球的2个月后，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燃料棒熔毁，发生泄漏。该事故被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等级7级龙级事故。全球只发生过2次7级事故，一次就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在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监控摄像机突然发现核电站的上空出现了大量圆形飞球，好似在探测核电站的情况。有人说这是直升机，但是这不可能。当时燃料棒已经泄漏，直升机在天空上飞就等于自杀。大家看一下1986年切诺尔贝利核电站上执行任务的直升飞机，直接就被核燃料放出的原子射线打成了碎片。这些光球到底是什么？1974年3月21日，在 WOW Signal 被大耳朵监测到的3年前，
美国佛罗里达州乔治堡岛的一个居民区有一片树林，有一天晚上突然它着火了，大家都去那边看消防队灭火。这里居住的特里贝茨一家也过去凑热闹。突然他儿子贝里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光滑明亮的不锈钢球，觉得非常好玩，于是就把它带回家里放着。有一天贝里拿着吉他在钢球边演奏，突然贝里就听见他周围出现了嗡嗡的响声，然后这个球就开始朝贝里滚了过去，而且这个球发出的声音频率越来越高，导致他们家的狗也呜呜的一起叫了起来。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人类靠近这个球的时候，它就会跟着人类滚动，就像小狗一样跟着走。后来这个事情就被全美报纸报道，记者请大学教授用 X 光检测，发现这个球里面还有2个小球，整个球也会发出无法破解的电波。这个事情最后就被美国军方知道，派美国海军上门把这个球收走了。后来军队向媒体解释说，我们检测了这个球是海军造船厂的轴承。为什么球会在特里家滚动？因为在他们家里地板不平。非常有意思的解释。这个球后来就被称作贝茨球，再后来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推测就是当年那场火灾就是贝茨球降落引起的，它就是要让人类军方找到它，干什么不知道，可能是要告诉美国军方重大的秘密。在《三体》中还有一个桥段，就是三体人派质子来地球上，邀请人类拥有最强大脑的人参加一个线上解谜游戏，谁可以赢得游戏，就拣选他成为地球上三体人的代理人。这件事现实中发生在英国麦田圈。可能有95%的麦田圈是人为伪造的，但是剩下5%的麦田圈出现了人类不可能完成的数学几何结构，而且根据检测，麦田圈中的麦秆出现了受热弯曲的现象，而不是人类用脚压出来的物理弯曲。这种非人类制造的麦田圈中还发现了核辐射。后来人类在麦田圈中监控，发现有一种圆球在天空上飞，之后麦田圈就突然出现了。这些复杂的标记有可能就是某种神秘力量留下来的密语，它和三体人一样，在寻找能够破解他们的最强大脑，谁能破解，谁就可能成为先知。我们优秀天才团的朋友，如果谁能解读麦田圈的信息，请联系我，我们欢迎你。接下来说一下三体真正的深层背景。在1977年 Wow Signal 被发现的前10年，1967年，中国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习班，写道：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是帮助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有奶便是娘，有钱就下跪。这些都是当时的原话，不是小说里的。小说写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叶文洁的父亲物理学教授叶文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叶文洁的妈妈也背叛了叶文泰，编造各种谎言，揭露叶文泰的反动事实。最后，叶文泰在批斗的过程中被中学生活活打死。当天晚上，叶文洁的妈妈就疯了。三体小说开篇最后一段写道：文洁默默地离开了已经空无一人、一片狼藉的草场，走上回家的路。当他走到教工宿舍楼下时，听到了从2楼自家窗口传出的一阵痴痴的笑声。这声音是那个他曾经叫妈妈的女人发出的。文洁默默地转身走去，任双脚将她带向别处。这都是小说啊，不过现实比小说悲惨100倍啊！奈飞改编版中，后来叶文洁被定性为黑五类，不断被红卫兵折磨和虐待，最终导致他产生了对整体人类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收到 Wow Signal 的时候，他明知道三体人警告他不要回复，最终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按下了那个按钮，说道：毁灭我们吧，这个世界没救了，我会帮助你们。三体小说版和奈飞版都非常深刻，里面有很多故事不由自主地和现实形成了交叉。我们优秀天才团就和小说一样，要筛选出那些能看得懂的天才人类。喜欢听团长讲故事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超级感谢，或者使用PayPal请团长喝杯咖啡，让团长接收到更多宇宙信号。我们下期再见。Hello，
说到物理就忘了讲，牛顿一直想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牛顿观测宇宙发现，在数学理论上，我们的银河系其实不是一体的稳定系统，而是由8颗行星加上1个太阳的9体，比3体还厉害。按照理论，太阳系任何一颗行星的轨道多1毫米或者少1毫米，都会引起整个太阳系的大碰撞、大崩溃。太阳系之所以稳定，牛顿认为是一种看不见的神在行星发生偏移的时候拨正了它们，而且神会拦截入侵太阳系的各种陨石威胁。在以诺书21章中就记载，以诺来到天堂，他发现神把那些宇宙中乱飞、危害行系安全的行星都绑了起来。我来到一处空虚混沌的地方，在那儿我发现上面并没有天，下面也没有地，那是个混乱和恐怖的地方。我看见天上的7星被囚在那儿，它们看似好像正在燃烧的大山。那个时候我说，他们因何罪被囚？他们为何被丢在这里？一直陪伴着我、指引着我的圣洁天使乌利尔对我说：“以诺啊，你为何如此问？你又为何质疑，并大发热心？这些属天的众星违背了亚胡韦的命令，因而被囚在这儿。他们又按照所犯的罪被拘禁千千万万年。”